我国呢宣布这5家银行破产倒闭啊，出现这4种情况，储户的钱呢那是取不出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哥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今年5月份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美国的硅谷银行呢那是破产倒闭了，很多人呢那是排队取钱，结果银行回应说要等到破产清算之后呢再把本金还给储户。程序上确实没有毛病啊，但是谁知道清算过后呢还能够剩余多少资金，是否能够足够的赔偿储户呢？所以说银行的破产倒闭啊，对于储户来说呢风险是非常大的。而我国呢也有5家银行相继倒闭，分别呢是海南的发展银行和河北肃宁县上村信用社，还有汕头银行以及辽宁的太子河村镇银行，还有包山银行啊。这些银行的特点呢都是小型银行，小型银行呢跟企业其实是一样的，经营不善呢就会破产倒闭。国家呢也是允许小银行申请破产的，如果银行有存款保险条例的一个保护，只要储户的存款呢没有超过50万，那么呢就能够拿回本金。但是呢也有几种情况啊，银行破产倒闭之后呢也是拿不回来了。第一就是存款被银行的员工挪用，生活中也有过类似的新闻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呢私自将储户的存款挪用。如果银行破产倒闭之后呢，储户发现了也很难追回来，能做的只能是起诉工作人员，对方拿不出来，储户呢只能自认倒霉。那第二就是超过50万存款的储户啊，存款保险条例里面保的是银行赔付金额是在50万以内，超过的话呢，要等到银行破产清算以后呢，资金不足以赔偿储户的，那只能是少赔或者是不赔了。那第三就是储户在银行里面购买了其他的理财产品啊。保险条例保护的只是存款，但如果说你买了银行的理财产品，比如说保险、证券、股票、基金等等啊，这些都不在赔偿范围之内。那第四就是没有存款保险条例保护的一个银行，我国银行众多，不是每个银行呢都有存款保险条例的一个保护的，个别银行呢是没有参加这个存款保险条例了。这样的话，如果银行破产倒闭了，不管你是存了多少钱，都很难再拿回来了。所以说，存款的第一要素是要看银行有没有这个存款保险标识啊。如果说没有，即使呢给你再高的一个利率，也要慎重。不知道对此各位朋友你们是怎么看的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，喜欢视频的朋友多多关注、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